人类历史上没有一场战役比斯大林格勒战役更惨烈、更绝望。这场二战苏德战场的关键对决，用无数生命印证了战争的残酷，也彻底改写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走向。在斯大林格勒的前线，生命脆弱的不堪一击。一位母亲含辛茹苦养育20年的年轻士兵，刚踏上战场仅9分钟，就被德军榴弹击中，永远倒在了瓦砾堆中。战场损耗之快颠覆了所有战争认知，士兵存活超24小时，就能因经验与运气被提拔为连长，撑过2天可直接升任营长，若能熬过3天，甚至会因部队严重减员破格晋升为团长。一支满编上万人的步兵师，在这场绞杀中仅72小时就会被消耗殆尽，残部往往只剩数百人，需重新整编才能再战。1942年7月，纳粹德国为实现巴巴罗萨计划南线目标，将目光锁定斯大林格勒。这座城市是伏尔加河航运枢纽，更是通往高加索油田的门户。控制它，既能切断苏军能源补给，又能为进攻苏联腹地铺路。为此，德军集结以第6集团军为主力的兵力，辅以第4装甲集团军一部、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，另有意大利、匈牙利军队负责侧翼掩护，总兵力约50万，配备近1000辆坦克与强击火炮。德国空军第4航空队的1000架战机提供空中支援。7月17日，德军向苏军外围防线发起猛攻，凭借装甲突击与空中优势突破层层阻击。8月底推进至斯大林格勒市区外围，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城市攻防战就此展开。整场战役中，苏德双方累计投入兵力超300万，坦克总数超3000辆，火炮与迫击炮合计约25万门。德军起初对市区实施地毯式空袭。8月23日当天，数百架德军轰炸机投下数千吨炸弹，伏尔加河沿岸的工厂、住宅瞬间化为火海，平民伤亡惨重。9月13日，德军主力攻入市区，地狱级巷战随即打响。不同于开阔地带的阵地战，巷战的争夺聚焦在每一条街道、每一座水塔，甚至每一个房间、每一段楼梯。最具代表性的巴甫洛夫大楼，由苏军下士巴甫洛夫带领11名士兵驻守，他们在楼内构筑交错火力点，利用断墙、弹坑掩护，顶住德军数十次冲锋，坚守58天，成为苏军顽强抵抗的象征。有时，一座残破楼房内，3楼是苏军，2楼是德军，1楼又重回苏军控制。楼外街道仍在拉锯，双方士兵常在同一栋楼内近距离搏杀。斯大林格勒彻底沦为人间炼狱。一向以闪电战横扫欧洲的德军，在这里遭遇苏军前所未有的抵抗。苏军将每栋建筑都化为防御工事，士兵利用地形周旋，从废墟缝隙发起突袭，让德军装甲优势无从发挥。即便德军想抢占一堆瓦砾当掩体，也要付出数十人伤亡的代价。争夺一个街角火力点，双方常会反复冲锋10几次，每一次进攻都伴随着密集炮火与士兵牺牲，每一寸土地都浸满鲜血。到11月初，德军虽占领90%城区，将苏军压缩至伏尔加河畔数公里宽的狭长地带，但自身也因兵力损耗、补给不足陷入攻势停滞，士兵士气在拉锯中持续下滑。此时，伏尔加河对岸的苏军援军正源源不断赶来，近卫第62集团军、近卫第64集团军等精锐部队，冒着德军炮火与空袭，乘坐木船、橡皮艇甚至囚渡渡河，有时河面被汽油弹引燃成火海，士兵即便身上着火也咬牙向对岸游。有的渡船被炮火击沉，落水士兵就抱着木板前进，上岸后立刻拿起武器投入战斗，几乎没有休整时间。这些援军的到来，为苏军反攻筑牢了根基。1942年11月19日，苏军发起天王星行动，北线由西南方面军在瓦图金大将指挥下，突破德军侧翼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防线。11月20日，南线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一部在叶廖缅科上将率领下，撕开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阵地。南北两路苏军以前行攻势向德军后方穿插，日军推进数十公里，击溃多支阻击部队。11月23日，两路苏军在卡拉奇镇会师，成功合围德军第6集团军主力及部分罗马尼亚援军，共计约25万人，彻底切断其补给线与退路。自此，苏军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反攻，战场天平开始倾斜，被合围的德军陷入绝境。斯大林格勒的严冬气温降至-20摄氏度以下，德军缺乏冬装、食物与燃料，士兵靠少量马肉、面包屑充饥，大量人因冻伤失去手指、脚趾甚至战斗力。坦克因缺燃料变成固定火力点，战机因缺油停在机场。希特勒下令不准撤退，不准投降，并派曼施坦因元帅率和集团军群解围，但该部推进至距贝韦部队40公里处时，遭苏军顽强阻击，损失惨重，
最终放弃结尾。1943年1月31日，保卢斯在弹尽粮绝、部队崩溃之际，违背命令率德军南部集群投降。2月2日，德军北部集群也宣布投降，斯大林格勒战役正式结束。这场战役以苏军惨胜告终，代价却极为沉重，双方累计伤亡被俘超190万，其中苏军损失约110万，德军损失约80万。战前拥有约85万居民的斯大林格勒，战后仅存1500余名幸存者，城市建筑几乎全被炸毁，街道遍布弹坑与废墟。苏联用一代人的鲜血与生命，彻底打破德军不败的神话。作为二战重要转折点，斯大林格勒战役后，纳粹德国失去苏德战场战略主动权，被迫从进攻转向防御，盟军则逐步掌握战争主动权，为后续反攻欧洲大陆奠定基础。直到今天，斯大林格勒战役仍被视作战争史上最残酷的战役之一，它所承载的牺牲与顽强，不仅是苏德两国的记忆，更成为全人类铭记战争、珍惜和平的重要警示。和平从不是凭空而来，而是用无数生命守护的珍贵成果。